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大家一起跟我来看一下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禅师的这篇文章：120天支撑中显微粒。2007年10月29号。这篇文章是禅师的一篇解盘的文章，并不是教你炒股票108课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原文。我们今天用这个分屏的模式，我已经把文章在新浪博客上的文章调出来了。文章内容不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然后左侧的话是这个 A 股的这个上证指数，然后这是从6124跌下来的时候，然后我们看一下禅师说的这个时间点，这是2007年11月29，看这里，2007年11月29就在这个位置。它是从6124大顶下来是什么结构呢？123，对吧？然后按照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理解，3是没有背驰的，跟1比较是没有背驰。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四浪反弹，对吧？第3浪或第4浪反弹。然后在这个当下，在当下11月29号这天，我们看一下裸 K， 这里是有一个底分型了，日线底分型出现。它之前也是出现过几次的日线的底分型，这里是有过底分型，底分型，对吧？前面是出现过2次底分型，但是都没有反弹成比，这个反弹是不够比的。这个的话，干脆就出现底分型之后直接被破坏掉了。这已经是第3次出现底分型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以双触发的目的是想要找到那个拐点更离真正的拐点能更接近。你说有底分型触发了，这个是第一触发，对吧？你还要看它的内部结构，它的内部如果说跌得非常顺畅或跌得非常流畅的时候，它的内部结构不够饱满的时候，那么出现的这个底分型就比较容易是一个中继的底分型。所以说能否判断中继底分型，或者说它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底分型，这个其实是比较考究的，比较考个人的这个经验，还有你对这个结构的一个理解。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需要你对交易有更深的理解的时候才能把握好。但是也没有问题，其实你就分批买也没有关系。按照我跟大家讲的，出现底分型，你大概看一下，如果说你的水平不高的话，就分批进3次，最多3次。出现第1次底分型了，先买一点，对吧？它上去了，哎，只有4根反弹，然后你用它的次级别去找有没有背驰。一般这种，这个，因为它从6124下来，我们看有多大空间。6124跌到这个第一个底分型的时候，已经跌了17%了，18%的一个空间，对吧？那么出现18%的一个下跌，给弹个5%，不是很正常吗？我们看这个出现从这个底分型最低点到这个结束，弹了8%呢，对吧？所以说你出现底分型，然后先买一点，然后看它的内部结构，内部如果说1小时、30分钟、15分钟，如果出现了背驰的时候，你先卖一点嘛，对吧？对不对？这样的话就能提高你的这个，不至于说哦，我这里买了就傻拿着，然后被破坏掉了，你就被套在里面了。这就是我们用，底分型交易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么如果说啊，我就是死拿，我这里买了我就死拿也没有问题，对吧？先分1/3买一点，然后第2次又出现底分型了，对吧？那么你是可能就有经验了，前面这个底分型被套了，这个底分型可能会谨慎一点，可能就不会买，或者说买的更少一点，对吧？那等到第3次再次出现底分型的时候，那你再结合它的一下位置，是不是就可以大胆的多买一点？然后它给你一次反弹，虽然说只是一个4浪的弱反，它并没有碰到前面这个第1浪的这个低点的时候，只是一个4浪弱反，对吧？那么这个位置，那你前面这个位置买的和下面这个位置买的，这个成本一平均的话，可能到了这个4浪反弹的时候就解套了。对吧？所以说我就是说，你在这个理论不够熟练的时候，不要一次买太多，分批进，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压力也会小一点。那我们看一下禅师怎么说的，在这个这个看一下禅师那天的文章，今天的收购
小决战出现比较好玩的局面，一场好戏还要继续演下去。从明天开始，大概率可以逐步正常。这几天的时间错乱，对不起了。大盘走势不太错乱。本来前面说了，跌破5000点只是一个空头陷阱，而120天线上有基本支持，即使继续下跌，也不过是继续构造空头陷阱。我之所以选这篇文章啊，因为现在美股的情况跟这个很类似，很有意思。然后这个禅师说的是日线的120天，那么这个120天均线就是这根线。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当时的裸 K， 看到没有？当时这个底分型刚好是跌破了日线的120天线，然后被拉回来了。如果说你用传统理论的话，他们可能叫破底翻，但是在我们缠论里面，这就是底分型嘛。它刚好是跌破了120天之后，然后回拉，形成了一个底分型。所以120天或120这个数字，在任何周期的均线，它都有同样的作用。它在任何周期上，你都会发现120天或者200天都有支撑的一个效果。所以这里是讲的是120天。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美股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个图形我已经用 TradingView 已经设置好是上海大盘了，我们用另外一个软件，用富途牛牛看一下这个美股现在的这个位置，对吧？这是周线，然后这是标普，这个线是120周，看到没有？它是踩到了120周线上，这是我想说的是，就是120这个均线在任何周期上，对吧？都有这个神奇的效果。它在120周上也有这么一个支撑，当时呢它也是跌破了一点点，然后回拉，做了一个空头陷阱，在120均线下面。所以说呀，120确实一个神奇的数字。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文章上，120天上有基本支撑，这个支持，即使继续下跌，也不过是继续构造空头陷阱。今天大盘拉回5000点之上，使得一个更大级别的中枢在扩展开来，也就是说，5000点上下将扩展出30分钟的中枢，后面的走势就可以用这30分钟震荡的观点来观察。当然，如果这30分钟竟然震荡出第3类卖点，那么全面小康、初步富裕都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这里无需预测什么，只要看好这震荡就可以把握了。不过如昨天所说，大盘没有选择在120天下制造更大的空头陷阱，因此反抽的意义将有所减弱。就是说这个陷阱可能抽的越狠，就向下沉的这个越深，然后反抽的力度可能会更强。首先看5周均线，对吧？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不是说只是讲了他的禅论，也利用了均线，因为均线更直观。你对这个缠论结构不太熟悉的时候，你可以用均线的5天均线或者是5周均线。但是呢，用均线的时候需要注意，它最多的这个用的比较好用的时候是在单边的时候。如果说你震荡的时候，就不要看什么5天线、5周线了，尤其是只是在单边的时候，你去看一下有没有突破5天线或者5周线。如果说是上涨的话，你可能看一下它有没有跌破5天线或者跌破5周线。首先看5周线，如果说能站上去，那么力度将大点，否则后面再次探底的压力依然不可小视。目前的操作很简单，就是继续以中枢震荡的观点处理，只是这次的震荡级别更大而已。操作上依然是游击战，至于阵地战之类的玩意儿，就留给多头和空头。本 ID 的操作思路很简单，就是放冷枪、放暗箭，专挑多头空头没力的时间落井下石。禅师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反弹的时候啊，你不能够就是说想着这个反弹能走多远，因为它是一个1、2、3、4的反弹，对吧？你不能期望着这直接给你再来一个突破前面的6124这个高点。所以说在弱反的时候，在3没有背驰出现一个4的弱反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的肉吃就吃一点儿，对吧？有能力做就做一点儿，就是你不要想着我这里要天长地久的持仓，这只是一个短差而已。多空齐杀，
找准机会落井下石，突施冷箭，这从来都是震荡行情中的不二法门。震荡中的利润，从来都是在多头空头的尸骸中练出来的。虽然残忍，但却是震荡行情的生存之道。就是说呀，你不要当死多头，也不要当死空头，而要当滑头，对吧？有利润、有机会就做一下，没有的时候你就等待就好了。市场中最大的残忍就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市场中最崇高的道德就是踩着节奏错乱者的尸骸前行，对吧？什么是最重要的？节奏啊！你不能说哦追涨杀跌，节奏就是该买的，出现买点了你要买一点，出现卖点了你要卖，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去涨的时候涨到这儿了我去追涨，跌到这儿了我去杀跌，那你这整个是一个节奏错乱，对吧？那么市场中最崇高的道德就是踩着节奏错乱者的尸骸前进。市场就是市场，装道德孙子的不是早死的，就是即将死的，有必要听他们的道德说教吗？当然，请一定注意，当你还没有成为钢铁战士之前，还有一个最好的全身之道，就是在大级别的调整中抱紧小板凳，不参与一切的反弹，对吧？就是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技术分析的这套那个系统的话，没有办法做自己分析的时候，在大级别没有出现明显的走好的时候，你就不进，或者说就在场外观望就好了。宁愿错过，宁愿错过，绝不过错。伟大的光荣，正确的小板凳，再见线下，对吧？这个文章很短，但是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120这个均线，因为在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学了缠论之后，其他理论都没有用，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对吧？任何的一套系统，均线系统也是一套系统，你只要用好的话，都能帮助你赚钱。所以这个操作系统或者说这些理论，没有好或者坏，你任何一套理论学会了、学通了，运用自如了，都能够帮我们赚钱。所以说工具没有好坏，对吧？缠论其实也是一个工具而已，你只要能够灵活运用它，没有谁说啊缠论就最牛逼，就其他的就不行。所以说不要有这个高低之分，或者说这个有区别对待，那就不对了。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我想跟大家今天分享的阐释这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的这个解盘的这个复盘的其他的内容。那么下周比较重要的宏观的这些那个数据的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是周三有这个零售数据，对吧？然后周三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美联储的主席又出来讲话了，这是周三下午，不知道是参加什么活动要讲话。刚刚过去的这周的周五啊，大家会发现跌不下去了。我看了一下新闻方面的一些报道，主要是有一个美联储的官员出来讲话了，说美联储已经准备好了，在美联储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出手的，对吧？这个其实是给了那个市场的信心。大家会发现，在疫情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那一波下跌下杀的力度和这个时间跟现在特别像，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下杀非常大。之所以2020年疫情能起来，就是美联储出手了嘛，托底了，说是不惜一切代价印钱，对吧？之前我们最近这一周，之所以有反弹，当然肯定是那个特朗普又那个转口，跟其他国家就是10%的关税，停90天，主要就是跟那个中国的这个主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对吧？其他国家这给了市场一个喘息。那么还有就是，美联储也开始有官员出来发话了。当然了，很多时候美联储他们不是美联储主席出来讲，毕竟美联储主席出来讲的话，他那个腾挪的空间可能不大。如果说以其他的官员出来讲话的话，美联储回头再否认也好，或者说再说一些其他的，是有腾挪空间的，对吧？但是，这个出来讲话的这个美联储官员也是有投票权的，所以说他出来讲话了，给到了市场这个信心，美联储是会出手的。如果说在这个市场有需要的时候，那么周四这个是有一个就业数据，然后周五的话，因为这个下一周啊是这个复活节了，到了 Easter 了，那么复活节美股的话，周五是休市的，对吧？
那么因为我的直播是在周二、周四周五，所以说周五的话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我在这里做一下这个通知。但是呢，我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小变化，周二4月15号这个时间是没有变的，还是在这个11点半到12点。在周四我之前也是11点半到12点，但是因为周五的直播我们没有了，那么我们周四的话时间变成1个小时，好吧？周四的话是1个小时，11点就开始，然后12点结束。所以说在这里提前通知一下大家，这样的话你想参与的话，可以在11点就可以来了。那么下周的话只有2次直播。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平时要做的这个大复盘。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普，然后呢，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已经分析了很多的股票，我们今天就主要看一下标普，看一下这个震荡指数 VIX，然后再看一个英伟达，然后再看一个特斯拉，可能再看，如果时间还够的话，可以再看一个 Palantir，就大家平时提问比较多的，对吧？这些关注度比较高的，我们可以今天也分析一下，因为在过去的，尤其在周五的话，好像没有分析到这些。我们先看一下标普，标普先看一下大周期，对吧？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月线上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这个月线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对吧？它这个回调之所以这个位置这么关键的原因，也是因为是一个0.5的位置，它从3491上涨之后回撤到了0.5，对吧？0.5已经是跌了一半了，回调了一半了。那么本月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影线，说明这个支撑力度是有的，是一个好的迹象。那么但是呢，从6147这个顶分型已经非常明确了，现在又跌了这个已经连续跌了2个月，现在已经有3根 K 线了，想要形成一笔的回落呀，是需要有5根的，对吧？需要最多最少跌2个月才够一笔的这个回撤。当然了，因为出现了这个顶分型，然后回落一根也可以是中继，再出现一个高点，市场如果说这么选的话也没毛病，理论上没有说不可以这么走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但是因为现在才是这个4月第2周，对我们来说还有2周半的时间，4月份，所以就看一下4月份这根 K 线能收成什么样。如果说呀，4月底的时候这根 K 线收成了这样，下影线非常长，然后呢，这个K 线实体也没有，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星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它能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也没有问题，对吧？如果说贸易战那边或者说特朗普又有什么新主意了，然后整个又全部的那个改过来的话，那市场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无论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看月线上，等到月底的时候能收成什么样。现在是一个对做多来说是一个好的迹象。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3个月的次级别。那么周线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它踩到了这个120周均线，这根均线就是120周，对吧？120周。然后我应该在周五直播的时候也看过，120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期的均线。只要不是只要能收回来就没有问题。所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有做这个周线大底的或者周线短期底的一个迹象了。因为本周是收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阳线，对吧？然后这个 K 线的实体非常长，K 线实体非常长，然后上影线和下影线的话相对都比较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现象。那我们看下周的周 K 线呢，也可以是一个包含关系的，最好就是直接来一个底分型是最好的。也就是说，需要突破这个本周的这个高点5481，下周只要突破5481，突破之后有回落也没有关系，因为底分型已经形成了，只要突破5481，这个底分型就能形成。所以说看下周它是要直接突破它，还是说形成一个包含关系的 K 线，然后看看怎么选，对吧？不论怎么讲，现在是一个好的迹象。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从6147下来的这几周的一个时间或者1个月的时间吧，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结构是已经很清晰了，3段，
把这个点位切换到其他周期，这样的话，我说起来的话，会大家听起来就比较清晰一点。6147下来，123，对吧？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A 股的上海的大盘指数是很像的。那么从高点21%，对吧？A 股那是跌了18%左右，这个是跌了21%。然后现在开始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然后是一个出现底分型，然后但是呢，这个反弹现在不够比，只有再次突破5481，5481也是这个位置，在日线上它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就突破5481，日线才成比。那么如果说突破了5481，不能够碰到5504的话，那么只是一个四浪反弹，对吧？因为这个两个位置之间还是有一点点那个空间的。如果说机构的控盘非常精准的话，它完全可以不碰5504.6的，然后直接给你一个回撤。这个回撤如果说不跌破4835的话，就是一个日线的一个二买；如果说跌破了这个4835的话，就是一个五浪。1、2、3、4、5，对吧？这两个位置都要做多，二买也要做多，五浪也要做多，因为用浪形来这个分析的时候，就是一个1、2、3、4、5嘛。基本上五浪在大周期上，尤其是在日线以上的时候，基本上五浪结束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你要说五浪走得非常长也可以，有一个什么例子就是那个 Palantir 那个日线上走了一个五浪，这个五浪走的特别长，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6和7，对吧？那是一个个股上，但是在这个指数上出现五浪结束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如果说真是走到那种情况的话，所以说针对我们来说，先做这个4的反弹，4的反弹，如果说它强的话是更好了，看看能不能够突到这个200天或者120天均线这个位置，能到这个位置更强一点。但是呢，你只要不能够说啊，我其实更关键的位置在这儿呢，在这个5786，因为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这里有一个类中枢，如果说能够强势突破5786，然后甚至更强在这里，然后一个回落不能够回到5786以下的话，这就会出现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买点，那就肯定有可能要突破这个6147了，对吧？或者说它是比较弱的一个反弹，也能够回到这个类中枢里面，碰到了200天，这有一个200天均线，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会构成一个反向中枢，看它是不是要再次回撤一下，踩到这个中枢的下沿，然后这样走，还是说走的比较深一点，给一个二买。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黄金分割来分析一下，0.382了，0.5了，0.018了，对吧？我们可以利用黄金分割来辅助判断，到哪些位置能够形成更强的支撑。这就是日线上的一个演变。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最后的这几根 K 线的，它的1小时上，因为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们是大概分析了一下，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这个它是一个带缺口的回落，它只有4根 K 线，对吧？它是不满足定义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用30分钟的话，它是够的。我们现在用30分钟来看一下，这是4835那个最低点，然后我们把这个30分钟的中枢画出来，这是30分钟的中枢，就是说这个30分钟上这是够一笔回落的，因为30分钟跟60分钟它俩级别就是几乎相等，就是它俩都差不多。你要么用30分钟分析也可以，要么用60分钟分析也可以。之所以有的时候会变来变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的是怎么能够更有利于我们分析。因为有中枢的话，我们分析起来更简单呢，对吧？有中枢了，你操作起来就这个更简单了，因为可以用中枢的战法，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这就是在30分钟上的话，这是完全满足一笔的。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构成了一个中枢。然后这就是周五的一个反弹，那么周五反弹也够笔了，在30分钟上。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扩展器看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看看潜在的一个压力位在哪里。那么现在周五的话，刚好是到了0.618，看到没有？刚好是顶到了0.618。
下周的话，这里还有一个200均线，如果说在30分钟上的200均线，如果说能顶到这里的话，因为它在周五的时候啊，这个节奏稍微有点慢。你看它在这里小周期上5分钟上肯定是有中枢的，然后这里也是有一堆 K 线在这横着。你看前面这个节奏，这个拉升是非常快的，对吧？然后这个前面这里也是相对的能好一点，就这里是带一个跳空缺口的，所以说这个周五的这个节奏稍微有点慢。我估摸着到下周一的话，可能是能再往上突一突，甚至是给你一个高开的情况，把这个缺口补上，高开低走，然后再回来一笔。就看它如果说是一个高开的情况，千万不要追，尤其是在这个200均线这里。那么如果说给一个回落，那么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要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回到这个30分钟中枢里面来，然后快速往上走，对吧？这个节奏一定要快。如果说这是这种慢慢腾腾的话，它想能达到等比例的位置的话，可能性比较低，更容易被这个200均线给挡住，晓得吧？所以说这个节奏是非常重要的，就结构越简单，像这种这个结构就非常简单。你去看它的小周期的话，都是以浪形模式快速往上拉升的。像这种的时候，说明这个意愿非常强，买盘的意愿非常强。所以说这种我们可以多拿一拿。像这种慢慢悠悠的往上走的时候吧，你也不着急卖，对吧？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均线比较大的支撑或者黄金分割的这种大的阻力的时候，按照这种位置卖就可以。但是呢，也不要期望它能走得很远，比如说它爬到等比例，对不对？如果说没有什么消息刺激的话，你看它的这个 MACD 也是没有明显的张口往上走，你看前面这里，对吧？你比较就知道这个节奏它是有区别的。这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状况。那我们大概就分析了一下标普的大周期、小周期。那么下周的话，我们可以这个相应的去这个应对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VIX 这个震荡指数的话，现在一直在高位上，现在还在37.55呢，对吧？还是没有到，最好能够砸到30以下。砸到30以下的话，相对来说，它起码市场的震荡就没有那么的厉害。因为刚过去的这周市场的那个波动是非常大的，对吧？那么在震荡越大的时候，其实更容易犯错误，更容易追涨杀跌。那么这个如果说它能够压下来的话，压到30以下，甚至是压到这个那个中枢里面来，那么指数里面的话就会给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从这个最高点60.13看一下它这段的一个内部，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它的小周期上，小周期上现在有些结构了。我们看一下它的1小时，如果说这作为一个起跌点的话，对吧？那么1小时上我们把它结构给它一画就很清楚了。第一笔向下，再次反弹，再次回来，再次上去，然后这里又做了一个中枢，然后下来，对吧？它的1小时结构是比较清晰的。这里就有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那么这是这个起跌点进入段，然后开始震3段，你会发现这个每一个高点是比前面低的，就这里的这个高点都比前面低，发现没有？你也可以用一个趋势线，哎，有意思吧？刚好是顶到了这个趋势线上，因为这个趋势线是前面2个高点连线构成的，那么再次弹上去刚好是顶到了趋势线上，所以说这个趋势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用的。你可以学会这个趋势线的话，就是很容易挂在这个，或者你发现它刚好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空它，对吧？这就是一个趋势线结合结构，我们再结合趋势线，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那么现在它就是看能不能够砸下去。砸下去，然后跌破前面这个低点，跌破31.9，就有希望走离开，对吧？它有可能也踩一下这个200均线，这有一个200小时均线。那昨天周五的话是收在了这个120小时均线，看能不能够砸到这里来。那么砸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去看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我们现在就可以比较一下，它在这个200小时均线的话，刚好也是在0.618，对吧？有可能得到一点支撑，然后弹一下，弹一下之后看看它能不能够回去。如果是不能回去的话，就会形成一个3脉，这样的话这个结构就相对饱满了，有进入段，有中枢，有3脉，然后还有离开。这个结构如果说这样
结束的话，那么有可能这个指数那面或者股票那面上涨的这个力度，就是那个可能也到了某一个压力位置了，对吧？它有可能继续反弹往上走，这就是利用这个 VIX 我们来分析它，然后来这个辅助判断指数那面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当然，它也可以再震一震，这是一个进入段1、2、3、4、5、6，这是第6笔了，也可以这是7、8、9，也可以震到9段升级之后再往下走也可以，对吧？但是，一旦有中枢了，我们就要分析了。然后这个中枢也有一个中轨，这是1小时的中轨，看到没有？周五刚好是没有站上这个中轨，所以说你利用中轨的话，也能够这个帮助你辅助判断强弱的一个状况。那么在中轨上面的话，肯定是这个多头强。那么它的多头强的话，相当于就是做空的那帮人还是意愿很强烈的。但是到了这个位置没上去，说明这个做空的人的意愿没有那么强烈了，开始下来了。所以说利用这个中轨的话，也能够辅助判断一下。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VIX。我们看一下英伟达。那么英伟达的话，整体的结构我们看一下大结构先。这是季度的，这是回落的话，严格定义是不够一笔的，但是它是够5个季度的 K 线是够5根，但是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如果说你用浪形的话，肯定就是一个2浪了，对吧？那么它就是一个3浪上去。在我们缠论里面，那如果说你严格定义是不够一笔回落的，那么周线上是比较清晰的这个结构。这是一个1、2、3、4，现在是在做这个月线的这个第4笔回落，月线的第4笔回落。但是呢，最高点是在这个153.03，前面这个最高点是152.89，差不了太多。如果说你以152.89作为这个起点分析的话，这肯定是够一笔回落的。你也可以从前面的这个起涨点看一下，对吧？它刚好是踩到了0.382，甚至都快到0.5了，这个回落还是比较深的。但是你看这个本月的这根 K 线，比这个标普那个还好看，就是下影线特别长，K 线实体相对的比较小，然后上影线也比较小，这种就很容易形成反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转 K 线，非常好的一个反转 K 线，尤其是在大周期上，现在又是一个月线大周期，对吧？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反转的话，下一个月如果说能够形成一个月的底分型，那么这个肯定是要给一笔反弹的。先不说这个反弹的高度能有多高，那么月线上起码要给到一笔反弹。如果说不能够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的话，就会在这里做中枢，对吧？也可以力度非常强，再次突破这个前面的这个最高点也可以，那就会是一个1、2、3、4、5，就是一个5浪上涨了，对吧？那么具体怎样的话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笔我们先做这一笔，然后先看一下它的内部。如果说这里真要形成反转的话，它的内部结构要相对的要饱满一些。周线上只有一笔回落，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日线的话，现在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这是起跌点153，进入段1、2、3、4。这是构成了中枢，然后一个反弹构成一个3脉，然后再次一个下跌，这就是形成了一个盘整背驰，对吧？我们当时是测过这个力度的，是出现了背驰，因为它都没到等比例，等比例在84.22，也就是说它跌到这个位置的话，是跟前面的空间是一致的。它没到那个位置，说明背驰了。然后它的这个 MACD 柱子面积，然后快慢线的位置都出现了背驰，双背驰，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背驰。那么现在是出现了这一笔反弹，但是反弹也不够比。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的这个5天时间它的内部结构，这里是有希望，这个 MACD 的张口要张得大一点，快速往上走的话，那力度会强一点，看能不能够往上冲一冲。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这个内部结构。1小时上也是一样，它也不够回落。我们看一下30分钟，对吧？你会发现跟这个指数都差不多，30分钟也是一个30分钟的中枢，30分钟中枢，然后跟指数一样，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离开，然后我们也是比较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的这个空间，但是这个反弹就偏弱了，指数那个已经
顶到这个应该是到0.618了吧？这个英伟达的话只是到了0.382，看一下它能不能够冲一冲。如果说冲到0.618的话，就是到前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能够突破0.618的话，它在日线上就会出现一笔反弹，对吧？如果说强一点的话，那就去这个122了，对吧？等比例的话跟前面，但是现在这个 MACD 表达不够强，MACD 不够强，所以说这个它的内部走的太纠结太慢，这个内部走的太纠结，更容易被拉回来，更容易被拉回到30分钟这个中枢。如果说出现回拉的时候，我们关注哪个呢？如果说出现回拉了，我们就关注这个120均线，在这里120，看看回拉到这里能不能够得到支撑，或者说这个30分钟这个中枢的下沿103这个位置，对吧？它可以轻微的跌破120均线，然后到了这个下沿这个位置100附近吧。这个这个整数的话，跌到100附近就千万不要去割肉去，除非是这种快速往下杀。你也可以用这个扩展器反向测，就是反向测这3段。如果说没有这个中枢的话，那就是这样，我们把它的结构就是一笔上下这3段，然后回撤的话，如果说到这个高点的话，我们反向测它的这个潜在的等比例的位置，对吧？99.45，刚好在100附近。所以说，如果说能够它如果说往回砸的话，那看到这个100附近的时候，能不能得到支撑？这样的话，这就等比例了，也是在这个中枢的这个结构内，它直接再上去也可以的，就是一个1、2、3、4、5段，就是5笔构成这个中枢。因为这个笔的结构可以是任意结构，最少要3段，最少要3段，后面它也可以一直延伸，形成中枢之后，它可以一直延伸，对吧？所以说，就这种位置千万不要去这个割肉去，尤其在这个整数位置。好的，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我们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它就相对的偏弱一点。整体结构我们也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看一下周线上是，月线上的话回落不够比，就是说从488下跌下来的时候，这个回落是不够比的，那么完全有可能。现在是1、2、3、4、5，哦，有5根了。我们看一下啊，可以先当一笔用，我们先把它当成一笔用，当成一个月线的一个回落，因为它这个上面是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它够周期是时间上是够的，就是我们先把488跌到这个最低点214.25当成一笔用，这样的话就在月线上，其实在做月线的一个大震荡嘛，对吧？然后也是刚好是在月线的中轨这儿，看到没有？月线的中轨在这里，刚好是踩到中轨上得到支撑了。那我们看一下488跌到214.25这段的内部，那么周线上一笔下来，周线上是一笔，这是出现过，我们看一下哪里出现过底分型，这里出现过一次底分型，这里是尝试过，对吧？然后现在又是打掉了前面那个低点，也就是现在这个214.25是最低点。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看一下结构。那么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它的这个结构走的比较远，它就是以浪形的模式走出了一个7浪衰竭，1、2、3、4、5、6、7，对吧？出现一个7浪。那么在模型的话，我们是7浪衰竭或者9浪衰竭，就是走的比较远的时候，这是在这个日线上，这种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一般都是5浪就结束了，它是走出来一个7浪。那么特斯拉大家都知道它的基本面是什么情况，我就不多说了。看一下结构，现在出现这个第7浪之后呢，现在开始有反弹了，对吧？在这个反弹也没有成比，我们看一下这段的这个次级别，应该跟其他的结构差不多。就是说这笔要出现，出现的力度就有考究了。如果说它这个力度很低的话，受于是压于这些200均、120均，那只是在这里做反向中枢。它可以继续往下砸的，对吧？最好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最低点在214.25，可以上去再回来一次，给一个2买。这个2买之后就关键了，这个一定要不能背驰，就是力度要有变化，对吧
3跟1比较没背驰的话，那就有希望走出一个反向的在周线上就有可能出来反向一笔了。所以说，就看现在构成中枢之后的一个状态，然后看一下它的次级别，1小时上也应该差不多，它的回落也不够比，看一下30分钟，30分钟一样，对吧？带中枢，但是它30分钟结构就相对复杂一点，这是把30分钟给它画出来。进入段第一次回落，上去再回来，再上去，再下来，再上去，对吧？它的30分钟就有好多 K 线了，然后把30分钟的中枢，哎，这就清晰了。你看到没有？它就一直围绕这个30分钟这震，然后它这好就好在这个零轴刚好是在零轴上面有要起来的这个状态。传统理论管这种叫什么金叉、金叉死叉的，其实金叉死叉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的是什么结构呢？是这个张口快慢线的张口，像这种一定要张得大，这种的话才有力度往上走。它如果说张口不张得大，什么金叉死叉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啊。它即使金叉了，可以一直在这儿趴着，它可以一直在这儿趴着，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的不是金叉死叉，而是要这个张口，这个张口越大，说明这个力度越强。那么现在它没有脱离这个30分钟的中枢，那你就看一下，它要走的话，起码要打掉前面这个高点。那么如果说用前面这个进入段比较的话，它起码要冲到277，对吧？冲到这里才有可能整个结束的这波上涨。就是说，特斯拉的话，小周期是，有这种向上冲的这种意愿的。整体来讲，动能在这个那个积聚动能吧，在这个蓄势，感觉有点像在蓄势。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Palantir，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直播这个复盘。大周期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很多次了，Palantir也是2024年一个大牛股。那么我们之前一直说它在周线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位置，就是这个回落20.33，这个回落没有回到这个下面这个周线中枢里面，形成了一个非常牛的周线3买，这绝对是机构做出来的。因为这个20.33刚好在这个20.24这个中枢上沿上面，对吧？只有机构才能够做出来这么就是差一点点就进入到中枢里面，它就没进去，就形成了一个周线大3买。那么在周线上结构的话，起涨点在这里，这个是起涨点，这是一个1、2，这就是2浪回撤，就是一个3买，3买之后直接就到这里，就是这个大3浪，3浪走的非常牛，然后出现一个4浪回撤，对吧？那我们之前是测过这个回撤的这个力度，我们从3浪的这个2浪回撤的这个就是3买这个位置。它也是在0.5和0.018之间最低点，那么也是有希望结束。在这个周线上的话，它还是非常牛的，它这个 MACD 还在0轴以上呢，这里完全可以来一个空中加油，MACD 做一个空中加油之后再起来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最高点下来之后的一个内部，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对吧？现在也是有希望在做这个周线的底了。那么前面是出现过一次底分型，但是呢，这个底分型出现的时候，这个回落是不够比的。现在是没有底分型，但是回落已经够比了。看一下，就是下周这个底分型是一个先包含，还是说在这个出现一个高点？因为这个本周和上一周的 K 线也是出现了包含关系，所以说你要看那个高点在哪儿呢？高点其实是上周的这个高点，只要突破88.41。就会出现底分型，因为本周的这个 K 线跟上一周K 线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这个底分型的高点是在上一周的这个高点是关键点，所以说88.41是决定是否出现底分型的这个关键位置。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3段，然后它的这个回撤的话，这3段明显3是弱的，这第3段是弱的，刚好是踩到了0.018的位置。就是说，这个回落是前面的0.018空间，那么然后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然后现在这个反弹也不够比，但是力度是相对挺强的，离前面的高点也是。然后看下面，
开始一个形成了这个在零轴下面贴着零轴，一般呢，有力度起来的这种结构，你去看很多图形都是贴着零轴起来的，要么在零轴上面一点点，要不然在零轴下面一点点，就是紧贴着零轴。一般很少有离零轴特别远的，然后往上冲，那种需要的动能非常强，基本上都在零轴附近先这个蓄势，先憋大招，对吧？憋大招，看看这个有点消息，它就能起来。那么看一下这4、5根 K 线，1小时也不够比。然后看一下30分钟，也是一样有结构，30分钟的中枢，对吧？你会发现，所有的结构都跟标普的一样，这个就是我就是一直说，个股，在短时间之内你想走出独立的这个结构的话是不容易的，基本上都跟那个大盘指数一样。所以说你分析了一个标普指数的话，其他的结构都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它这里，就是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这个反弹也够比了，回落也够比了，然后这个跟特斯拉那是基本上一样，对吧？所以说也是看看能不能够冲上去，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零轴以上开始蓄能的一个状态。如果说能够冲上去的话，我们就比较一下进入段离开段，那它这个离开段就远了，它能够冲到105了，对吧？这就是说你利用这个工具来看潜在的到哪些位置能够这个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